懷孕6個月時，丈夫說要提前剖，只因他的初戀算出，用我的孩子沖洗便能治癒他的絕症。我被強行送進手術室，取出孩子。孩子因發育不全離開時，丈夫在發初戀抗癌成功的動態。愛會讓你我戰勝一切。配圖是葉子茵手捧白玫瑰，對着鏡頭羞澀一笑。這一刻，我對丈夫的愛意消失殆盡。我要這對狗男女為我的孩子陪葬。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孩子6個月好好的，為什麼要提前剖？我不敢置信地看向對面的人。今天我照常去醫院產檢，孩子很鬧騰，一會兒蹬腿，一會兒玩臍帶，看得我的心都軟了下來。我迫不及待地拍照帶給江佑維看，可他只是看了一眼，便放在一邊。阿里，茵茵得了重病，他算出只要用我們的孩子沖洗，他便能痊癒。所以我給你預約了明早的手術，東西我都準備好了，你人過去就行。我歪頭哇了一聲，以為他只是在和我開玩笑，可他的神色告訴我，這不是玩笑。我顫抖着雙手去點屏幕，企圖喚醒他的理智。這是眼睛，這是鼻子。醫生說孩子手長腿長，將來一定會是個漂亮寶寶。孩子才6個月，現在出來他活不了的，可不可以再等等？可茵茵等不了。我踉蹌着後退幾步，心口骤然抽痛起來。他的命為什麼要用我的孩子來換？江佑維嘆一口氣，輕抱住我。阿里，以後我們還會有孩子的，可茵茵卻只有這一條命。這次算我欠你的，往後我會加倍愛你。可我不稀罕他的愛，所以在江佑維離開後，我報警了。我告訴警察，有人要害我的孩子。警察來得很快，他們將我帶到警局，又叫來江佑維對峙。蒼白的燈光刺入眼中，我下意識眯了眯眼，耳邊不斷傳來江佑維低聲下氣認錯的聲音。我妻子身體不好，醫生說最好是提前剖，否則後面大人也會有危險。我妻子精神不好，總是分不清現實和幻想，容易胡說八道。這是我和他的結婚證、他的精神鑑定書以及醫院的檢查報告。這確實是個誤會。江佑維準備得很充分，讓人不得不信。女警半蹲在我面前，問道江佑維說的是不是真話。我想說不，卻動彈不得，似有一雙手鉗制住我的喉管，讓我透不過氣來。在這個緊要關頭，我發病了，我沒法回答，只能僵着身子被江佑維帶走。他撫摸着我的肚子，在我耳邊低語：茵茵說今明2天都是好日子，不如就今天吧。等我在病床上醒來時，江佑維已經離開，孩子被送進了保溫箱，小小的一個，1斤6兩。醫生告訴我，寶寶的器官發育得並不好，讓我做好心理準備。可還沒有等我做好準備，3日後寶寶離開了，而我的丈夫卻發了一條動態：愛會讓你我戰勝病魔。配圖是葉子茵手捧白玫瑰，對着鏡頭羞澀一笑。我盯着底下刷起的一長串的恭喜，只覺得呼吸都停滯了，按了好幾次才撥通男人的電話：孩子的葬禮你來嗎？我緊抿着唇，不讓自己的哭聲洩露出來。對面的呼吸沉重了幾分，可也就僅此而已。只要你來，以後我再不會插手你和葉子茵的事。說這話時，我忍不住苦笑起來。這可是他的親生孩子啊！為了救他的初戀離開，如今他卻連葬禮都不願意參加，甚至需要威逼利誘。對面沉默良久，才輕嗯了一聲。末了，添上一句：節哀。月明星稀，直到葬禮結束，江佑維都沒有來。中途我打去無數的電話，毫無意外都被拒接，
而後，江幼為又更新了一條動態，為了慶祝葉子音痊癒，江幼為要宴請眾人。我看了下時間，剛好是今天，所以他有心思為葉子音舉辦晚會，卻不願意參加孩子的葬禮，甚至只願意說句節哀。我悲哀到了極點，於是當晚我為葉子音送上了一份大禮。葉子音顯然並不想接下我的禮物，他眼底透露出掩藏不住的慌亂。我莞爾一笑，只是一份禮物，你在怕什麼？說完，不等江幼為阻攔，便直接打開了蓋子。葉子音發出一聲尖叫，臉色煞白地躲在江幼為身後。拿走，拿走！什麼東西？好奇的眾人圍上去，下一秒又四散而開。江幼為緊緊地攥住我的手。陸心裡，你瘋了！我不解地看向他，他還沒見過爸爸呢。可你一直都說自己很忙，所以我只能帶他來看你了呀。江幼為鐵青着臉，不停罵着我瘋了。可我知道自己清醒得很。我看着滿臉驚恐的葉子音，不懂道：我的孩子可是為你沖了喜，是你的恩人，你不該感恩戴德嗎？你怕什麼？住口！你在胡說八道些什麼？江幼為死死捂住我的嘴巴，又將我困在懷裡，又朝眾人解釋：我妻子精神有問題，總是胡言亂語，這個是道具，不是真的。我妻子犯病了，我先帶人回家，失陪。說完，他強硬地擁着我往外走去。我抱着盒子上車時，江幼為愣了一瞬，放後備箱去，別放在前面。他嫌惡地皺起眉，伸手就要來搶盒子。我立馬弓下身子，死死地護住盒子。他搶不走，又怕動靜太大引得讓人注意，只能強忍着，直到進了家門，才終於爆發不住。江家人來時，家裡的東西已經被他砸得稀碎，而我正哭訴着江幼為這段時間的所作所為。醫生說，哪怕再待1個月，寶寶的成活幾率都會高很多。為什麼你就是不願意等一等？葉子音就這麼重要嗎？重要到讓你拋妻棄子，連孩子的最後一面都不肯見？江幼為低垂着頭，不知道在想些什麼。倒是江母尖叫一聲，衝過來維護他的兒子。怎麼別人家6個月就能活，就你的活不了？還不是你孕期不聽話，吃了不該吃的東西。幼為只是想救人，他有什麼錯？孩子沒了，再生不就好了？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同為母親，他竟然能說出這樣的話。看着依舊無動於衷的江幼為，我突然找不到堅持下去的理由。他的心不在我這裡，我何苦強求？我提出了離婚，江幼為卻是冷笑一聲：陸心裡，別忘了，當初陸家人嫌棄你是個精神病，是我不嫌棄你，娶了你，給了你一個家，否則你早就不知道關在哪個精神病院了。你爸媽好不容易把你脫手，你以為他們會同意你離婚嗎？心像是被千萬根銀針刺穿，痛得我看不清眼前人，似是為了證明江幼為的話不假。當我回到家中時，迎來的是劈天蓋地的責罵。只是個孩子，以後還會有的。天底下哪還有幼為這麼體貼負責的老公？我們絕不同意你離婚。他們對江幼為極盡讚美之詞，卻全然不管我有多麼痛苦。江幼為說得很對，我的父母根本不愛我。從我懂事起，爸媽便告訴我，他們養我不是為了養女兒，而是為了多個籌碼。我享受着最好的教育，最優質的生活，報酬是為陸家聯姻。可因為得了精神疾病，我被父家退婚，失去了該有的價值，所以他們火急火燎地將我塞給了江幼為。我心裡湧上絕望，顫抖着唇問道：媽，這是我的婚姻，難道我連離婚的自由都沒有嗎？沒有。媽媽陰沉着臉，如果不是你在大學不檢點，得了這種病，
現在你就是富家太太，而不是在這裡為這個戲子爭來爭去。你自己造的孽，自己承受，不准離婚。陸家丟不起這個人。話說完，他們甚至不願留我一晚，便派人把我送了回去。江幼為站在門口，很是得意。你放心，即使所有人都不要你，我也絕不會拋棄你。這是我曾經對你的承諾，你永遠都會是我的妻子。他高高在上，享受着我的無助。是啊，如今的我除了他，還能依靠誰呢？我沒想到許安會來找我。自大學畢業後，我們再沒有聯繫過。當我看見他蹲在門口的身影時，控制不住紅了眼睛。這幾天，我獨自一人處理孩子的身後事，江母時常過來譏諷幾句，而江幼為又去陪他的初戀。我已經精疲力盡，如今看見許安，千般情緒都湧上心頭。我緊緊抱着他，放聲痛哭。佳佳，我好後悔，後悔不聽他的話，喜歡上江幼為。許安輕撫我的後背，靜靜地給我依靠。那晚，我們聊起了大學生活，他很是感慨。你是不知道，當初你和江幼為談戀愛後，跟變了個人似的，誰靠近江幼為，你就罵誰。埋藏在深處的記憶漸漸顯現。我和江幼為是在大二時確定的關係，從那天起，我就變得十分敏感暴躁。每當有人靠近江幼為，我便認為他是要搶走江幼為，便會控制不住地罵人。就連許安，明明他只是問起聚會要不要帶上江幼為，就被我惡狠狠地咒罵。我都沒想到江幼為魅力這麼大，能讓你這麼瘋魔。許安談起曾經，也是一陣唏噓。可是細想過後，他也覺得不太對勁。陸家本就是開娛樂公司的，我自小什麼帥哥美女沒見過，江幼為樣貌雖好，倒也不至於讓人失了理智。我那樣子不像是戀愛腦上頭，更像是中邪了。許安嘴巴張張合合幾次，阿里，要不我們找個大師看看？這話一出，我們都怔了片刻。而我突然發現，我已經很久沒犯病了。我這病說來也奇怪，陸家並沒有精神病史，而我自小除了有些體弱，也沒什麼毛病。可就是突然被查出精神問題，爸媽因此對我失望透頂。唯有江幼為還堅定地守在我身邊，於是我自然而然將他當作是救命稻草，死死握在手中。如今想想，一切變故不就是發生在江幼為出現後嗎？看不清的迷霧中有一條線越來越清晰。我忙從抽屜中拿出一瓶藥，和江幼為在一起沒多久後，他便給了我買了一瓶藥。當時他只說是能夠增強體質的補藥，我還特意帶給家裡的醫生看過，確實只是簡單的補藥。醫生告訴我，吃不吃都沒關係，不過因為是江幼為送的，我不想讓他傷心，便每天服用。這一吃便是5年。後來我懷上孩子，害怕這藥對孩子有害，便停掉了。可沒想到江幼為得知後大發雷霆，他指責我不該擅自停藥，並信誓旦旦地保證這藥對孩子沒有壞處。我很是疑惑他的反應，為此還和他大吵了一架。最後是江母送來葉酸，這時才作罷。不過想起江母那殷勤的模樣，事情似乎不也簡單。看着手中的藥瓶，我心中有了數。藥品檢測出來的很快，我日常吃的藥只是普通的鈣片，而那瓶葉酸硝苯地平，許安告訴我，這是用於治療帕金森病的特效藥，精神疾病患者不能服用，否則極大概率會加重精神病患者的症狀，如幻覺、妄想、偏執。我聽着這些話，整個人止不住站立起來。阿里，許安欲言又止。其實正常人吃了這藥也會出現這些症狀。我記得你吃了好多年了吧？
話說到這份上，懂得都懂。他臉上露出心疼的神色，伸手將我攬進懷中，而我放聲大哭。我答應江佑維的告白時，弟弟還沒有出生。那時我是陸氏集團唯一的繼承人，學校裡打我主意的人很多，我也清楚地知道，這些人是想利用我一步登天，所以我從不回應他們。可江佑維不一樣，他永遠知道我想要什麼。他的房間裡擺滿了我的照片，筆記本上寫滿了我的喜好。他告訴我，真喜歡一個人時，就會忍不住關注他的一點一滴，即使是爸媽都沒有這樣注視過我，所以我不可自抑地喜歡上了他。即使清楚地知道自己絕不可能嫁給他，可對他的感情依舊放不下，反而在往後的幾年裡越來越深，逐漸偏執。我忍不住笑出聲來，為他的手段拍手叫好。其他人只想着讓我喜歡上他們，而江佑維另闢蹊徑，他算計我，弄殘我，逼得陸家不得不將我嫁給他。江佑維果然和別人不一樣。我握着那瓶藥，思緒愈發深沉。許安問要不要他幫忙時，我搖頭拒絕了。一切從我開始，也該由我親手結束。到劇場時，恰逢正在錄製《真心話大冒險》，導演很是驚奇我會來。江佑維娶了陸家女兒的消息，在圈內並不是什麼秘密，只是這麼多年來，我從不在人前露面，他們漸漸也就淡忘。今天倒是第一次探班，我止住導演的動作，讓他不要作聲。棚裡氣氛正火熱，葉子音遊戲輸了，被問起消失的這段時間去了哪裡，他猶豫了許久，臉上是為難的神色，最後像是被逼得沒辦法，才不好意思地說出自己患癌的經歷。周圍果然立刻響起一片詫異聲，隨後是眾人不絕如縷的恭維：“葉姐，你竟然戰勝了癌症，太牛了！別人得癌都狼狽不堪，怎麼葉姐還是如此美麗？”葉子音羞澀地低頭撩了撩碎髮：“多虧了一個朋友的照顧，我才有勇氣度過這個難關。”他說的是朋友，可嬌羞的動作讓在場的眾人都聞到了八卦的氣味。有些好事的已經在暗戳戳打探。突然有人說起了江佑維的名字，葉子音立刻笑着反駁：“不是江哥，你們別瞎猜，此地無銀300兩的表演。”惹得眾人更是起哄。葉子音和江佑維對視一笑，黏膩得很。導演在一旁緊張的汗都出來了，一直和我解釋這只是演戲。我點點頭，表示理解他們的工作。這場綜藝錄製的時間很長，到了下半場，大家的情緒都不高，導演只能示意眾人休息，調整狀態。下場時，一輛貨車從場外開來，在場地轉了好幾圈，車上光明正大的掛了一條橫幅：“江佑維老婆來探班，為大家準備美味的蝴蝶酥。”所有人一看這橫幅，都對着葉子音叫起嫂子來。葉子音被叫得一臉疑惑，他回頭看向還在錄播室的江佑維，卻見裡面的人對他寵溺一笑。葉子音突然就紅了臉，隨後高調地招呼着助理去把東西分給大家吃。江佑維出來時，氣氛已經相當曖昧。葉子音扭着歡快的步子就往他身上撲，見我提着愛心便當慢悠悠出來，他硬生生改了動作。江佑維蹭地站起來，慌亂地問我怎麼來了。我避開他探來的手，將做好的東西一一拿出來。你好久沒回家了，我想你了，就來看看你呀。我挑眉看了看坐在一旁的葉子音，怎麼不歡迎我嗎？葉子音臉色一僵，刀叉劃過瓷碗，響起刺耳的聲音。不少人被這動靜吸引，頻頻往這邊看來。我趁機問向幾個離得近的人：“好吃嗎？這蝴蝶酥可是豪利特供的，一般很難買到。大家吃好喝好，
如果不夠，可以再點。我儼然一副主家做派。有人耷拉着臉，很是刻薄地譏諷我：“你誰呀？怎麼這麼厚臉皮？是你送的東西嗎？你就認，橫幅上不是有嗎？”我無視江幼維警告的目光，清亮的聲音傳入在場每個人的耳中：“我是江幼維的合法妻子。”周圍詭異的沉默下來，良久，有人開始竊竊私語：“葉子音不是說東西是他買的嗎？怎麼蹦出來個老婆？假的吧？沒聽過江哥結婚了呀？不會是夢女吧？可是江哥接了他的便當。”最先忍不住的是葉子音，他冒領了東西，還招呼着人來吃，沒想到被我當眾戳穿。此刻臉上青一塊紫一塊，在所有人審視的目光下，他支支吾吾的解釋是自己認錯了。其實我也叫了東西，一時看錯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不可思議地看他，可是橫幅上寫了是江幼維老婆探班吶。你是不懂老婆的意思，還是不懂探班的意思？葉子音沒想到我會這麼不客氣，只能無助地看向江幼維。往常他這麼做，江幼維很快就會哄他，可這次江幼維只是靜靜地站在原地。我轉身站到江幼維身側，親昵地攬住他的手臂，眼中滿是戲謔：“你沒老公嗎？看着我老公做什麼？誰不知道？”江幼維最是要面子，綜藝裡兩人關係親昵，可以說是為了炒作。如今正主在這，他可沒臉繼續和其他女人曖昧。葉子音顯然也是反應過來，他哼的一聲，氣鼓鼓地離開。待人走後，江幼維低頭看我，眸色深沉，連說話都帶着冷意：“玩夠了，玩夠了就回去。”我表面應下。可等他們繼續錄製時，卻光明正大地坐在導演身邊，剛剛好，正對着江幼維和葉子音的位置。似乎是因為我在場，兩人的行為舉止多了點避嫌的味道，談話對視愣是一點不敢越界。他們的轉變太過突兀，底下的觀眾都在小聲交談。怎麼休息了幾分鐘，兩個人生疏成這樣？不知是誰偷拍了我和江幼維依偎在一起的畫面。正宮來了，某些小卡拉米當然不敢繼續蹭了。過了會，又有人吐槽葉子音把探班的車認成自己的。照片裡那條橫幅被加粗放在 C 位。錄製室裡，葉子音捧着手機，氣到笑容都掛不住。他惡狠狠地看我，眼中是藏不住的恨意。見我抬手直指攝像頭，又猛地低下頭去。再抬頭時，臉上已是得體的笑容。錄製結束前，我回了家。沒多久，江幼維摔門進來：“你今天是想幹什麼？”他吊着眼睛，牙咬切齒地問我，看着我被其他人議論：“你很開心？”我被嚇得瑟縮起來，鼻子一酸，眼眶瞬間紅了起來。我討厭他，我不喜歡他黏着你，我不准任何人靠近你。當我說完這話時，他身上的戾氣突然就消散了，眼裡透出抹笑來。他溫柔地安撫我：“又發病了，你是不是忘記吃藥了？”話落，他找來藥，端來溫水，催促着我吃下。不要因為藥苦就不吃，1日3次，別忘了。等我吃完，江幼維又拿出那瓶葉酸，他倒出來幾粒遞給我：“阿里，之前的事是我不對，我們再生一個孩子吧。”我全當看不明他眼中的算計，乖巧應下。吃了藥，他催我上樓休息。轉角時，我聽見江幼維在哄葉子音：“他發瘋呢，別氣了，晚上我來陪你。”我跟在江幼維車後，東轉西轉，進了個小區，看着熟悉的場景，心漸漸沉了下去。還真是沒想到，江幼維竟然把葉子音安排在我們曾經的婚房。當時江幼維騙我說這裡風水不好，帶着我搬到了如今的房子，原來是為了騰出來給葉子音住。我藏在夜色中，
抬頭看着他們在燈光下擁吻，最後燈光熄滅，止於蕭瑟的秋風。我拿出手機，送上門的頭條，要不要？對面激動的聲音傳來，在哪裡？我馬上來。劇場的事鬧得沸沸揚揚，在顯微鏡網友的驗證下，確定了葉子音在節目上提起的朋友就是江佑維。一時之間，不少人陰陽葉子音沒有邊界感，為此他特意開了場直播。鏡頭中的他一臉憔悴，臉色蒼白，時不時大喘氣，捂下心口。他談起自己的癌症早已到了晚期，連醫生都無能為力。那時的自己很害怕，也很絕望，是江佑維不停的鼓勵和陪伴，讓他有了抗爭的勇氣。我很感謝江哥的陪伴，但我們之間是清白的，我們只是普通朋友，請大家不要再胡亂猜想。而江佑維用自己的私人號轉發了他的視頻，兩個主角都出面澄清了誤會。無論真假，大家也只能私下繼續討論。看着熱度降下去，葉子音很是得意，他甚至還有空打來電話炫耀：我可是大明星，有着300萬的粉絲，你一個神經病拿什麼和我爭？憑你那免費的紅本本。我打開揚聲器，調高音量錄音。說實在的，若不是江佑維護着他，以他的情志，早就被粉絲噴到退網。果然樂極生悲，在他說是普通朋友的那條回復下，赫然出現了一張他與江佑維同居的照片。葉子音尖叫一聲，可不等他想好措辭，又有消息傳來，這次是關於他消失1年的真相。他根本不是在治病，而是在養胎。而在他養胎期間，也出現了江佑維的身影。這下兩人的澄清倒成了個徹頭徹尾的笑話，網友們把兩人罵上了熱搜。一共就說了2件事，2件事都是假話。好一個普通朋友，我信了。葉子音還一直拿他治病的事兒來賣慘，輿論真是被他玩透了。300萬粉絲就是不得了。沒多久，他們的住所就被扒了出來，兩人害怕的不敢回家，倒想到了來我這。葉子音進了門就哭，到了最後，甚至跪在地上請求江佑維的原諒，而江佑維則憤怒地將人踢開。一時間，客廳裡止於葉子音的哭聲。我饒有興致地偷偷看戲，江佑維並不知道葉子音懷孕了。以往他陪着葉子音時，他總躺在床上，用被子蓋住肚子，而醫生也被葉子音買通，明明是安胎的藥，卻非說成是治療癌症。難怪這病說好就好，這臉色白裡透紅。江佑維緊緊攥着拳頭，整個人氣到顫抖。那個男人不要你，你就來算計我？我沒有。葉子音立刻朝前跪走了幾步。我本來只是想偷偷生下孩子的，我沒想到會遇見你，佑維。我是真的愛你，是真的想要和你共度一生的。可我知道，有了孩子，你就不可能愛上我。這話倒說得沒錯。江佑維對伴侶的身體有着病態的潔癖，對自己倒是沒有。江佑維一臉不可置信。所以你就想到裝病博取我的同情，你當我是冤大頭？葉子音縮成一團，不停地道歉。如今他只能靠江佑維插足他人婚姻，與人同居，未婚先孕，條條件件對江佑維來說是小事，對他來說卻是如遭重創。若是江佑維不幫他，他真的是走投無路。葉子音苦苦哀求了許久，江佑維卻依舊不為所動，只是讓你認下個孩子，你都不願意幫我。葉子音抬手抹去眼淚，從地上爬起來，紅透的雙眼爬上點絕望。果然，熱戀中的承諾都是謊言。葉子音咧嘴笑起來，帶着點瘋狂。你不願意認下，那我可就把你做的那些事都抖落出來，
讓那些粉絲看看，他們迷上的男人背地裡卻是個狼心狗肺、忘恩負義的白眼狼。我聽了不住點頭，罵得很對。為了初戀，強行讓懷胎6月的妻子提前剖腹，你覺得會不會上頭條？江佑維的臉色變得很難看。明明是你騙我，我說你就信。江佑維氣得一腳踢在茶几上，玻璃碎裂的聲音混雜着葉子音猖狂的笑聲。江佑維認下了葉子音肚子裡的孩子。他說，之所以會和葉子音同居，是因為我是個精神病人，我的妻子病情相當嚴重，一點離不開我。這些年，我為了照顧她，已經心力憔悴。其實我知道，只要自己心狠一些，就能名正言順地和子音在一起。可是我做不到。我的妻子在我一無所有時嫁給我，我不能因為她得病就拋棄她。沒了我，她會活不下去的。可這幾年照顧她，我已經筋疲力盡，一時糊塗。視頻中的男人罕見地紅了眼眶，聲線顫得不成樣子，那副精心打扮出的脆弱感，迷得底下的人紛紛為他開脫。久病床前無孝子，更何況他們只是夫妻，他只是追求真愛，他有什麼錯？如果我是嫂子，一定會原諒他的。其實江佑維也算是一個好丈夫，不過與此同時，更多的是譴責江佑維不作為的評論。兩方大戰，直接將這事送上了熱榜。隨着公關團隊的介入，反對聲逐漸被淹沒。葉子音很是開心，有了江佑維的庇護，他一定會沒事。而且經過這件事後，他和江佑維以後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想想都令人開心。可江佑維時卻不這麼認為，被欺騙，被威脅，他早已對葉子音厭惡至極，只是困於他們是一條船上的螞蚱，他沒辦法脫身。不知不覺間，他看向葉子音的目光有了變化，兩心相依，各有盤算，倒不如我幫他一把。一份聊天錄音將這件事推上了頂端。錄音中是葉子音一本正經的聲音：江哥，我已經算過了，只要用陸心離腹中的孩子冲洗，我的病就能痊癒，我們就能永遠在一起了。一陣長久的沉默後，傳來江佑維標誌性的聲線：好。隨後附着的是一份報警記錄。剛剛還誇着江佑維是好丈夫的粉絲，像是被打了一巴掌。6個月啊，都還沒發育完全，怎麼忍心的？我剛看到葉子音也是6個月引產，她這不會是嫉妒心作祟，自己孩子沒了也不允許別人有。江佑維的反應很快，他立刻發出聲明，自己是被葉子音欺騙了，被哄騙着接下他的爛攤子，被哄騙着讓孩子提前降生，他才是受害者，而另一個女主角卻始終沒有發聲。我看着被五花大綁倒在客廳的葉子音，將手機轉向他，並無聲地告訴他：你完了，公司已經放棄他。而江佑維正想方設法將自己塑造為被葉子音欺騙的受害者，所有的罪名都將由他一人擔下。他猶如過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他引以為傲的300萬粉絲都會將他踩進泥裡。他徹底玩完，冰冷的刀尖從眉間一路下移，劃傷鼻尖，割開襯衫，劃至光滑白潔的肚子。我微微用了幾分力，刀劍帶着皮膚凹陷。葉子音瞪大的雙眼蓄滿了憤怒、恐慌和絕望。他嗚嗚地想要躲開，卻不小心被刀劃開一道傷口。這下他再不敢動。聽江佑維說：你是神算子。我又用了幾分力。那你不如算算，今天這禍你要怎麼解呢？葉子音的哀嚎聲更加用力。江佑維聽見聲響，從樓上下來。葉子音像是看見了救命稻草，拼命朝他叫着。
可江幼為半點沒看他，反而笑呵呵地抱着我。阿離，就是他害死了你的孩子，你再用力些，讓他給孩子賠罪，不會有人怪你，也不會有人把你抓走。他鉗制住我的手，微微用了力。葉子音痛到不停求饒，最後瞪大雙眼，害怕到暈死過去。江幼為握着我的手，還似不夠，他是真的想借我的手除掉葉子音。我手一鬆，從他懷中出來，自顧自的就往樓上跑去。他擦乾淨手中的血跡，冷冷地看一眼地上的女人，隨後轉身出門。直到凌晨3點，江幼為才回來。一進門便緊緊抱住我，聲音裡滿是劫後餘生的喜悅。阿離，這件事後，我們好好過日子好嗎？你不是喜歡孩子嗎？我們今年就生一個。聽來像是事情被擺平了。江幼為舒服地洗了個熱水澡，上了床就呼呼大睡。我看着他眼下的青黑冒出的胡茬，知道他這幾天很辛苦，好好休息吧。休息好了才好打硬仗。連着幾日的爆料讓吃瓜人吃得很是開心，即使事情已經到了尾聲，他們依舊鍥而不捨地在夜色中尋找八卦的味道。巧的是，還真給他們找到了蛛絲馬跡。一個沒有頭像的賬號發了條動態，指出我的精神病是人為，不需要多說什麼。媒體捕風捉影的能力值得肯定。在破曉之前，江幼為給我下藥的證人證言都已搜集齊全，甚至還扒到了江幼為曾經連線的律師。我的妻子是神經病，她可以繼承遺產嗎？而那時，我剛接受了江幼為的告白，見熱度不錯，我順手幫葉子音開了個直播。她鼻青臉腫，血糊了滿身，氣息奄奄的求救。江幼為要殺我。等江幼為醒來時，一切都已來不及。葉子音被救了出去，他大概是真瘋了，當着上百家媒體的面，張口便哭訴着所有的事都是江幼為逼他做的。他只是一個小明星，哪來的手段逼迫上大名鼎鼎的江影帝？而江幼為躲在房間裡，透過窗簾無可奈何地看着葉子音表演。聽見葉子音把所有的事都坦白出來後，他癱坐在地上，蒼白着唇，不停地重複着：完了完了完了。我推門進去時，他將我撲倒到地上，他死死掐住我的脖子，狠狠用力。是你，一切都是你做的，為什麼非要奪走我的一切？一滴淚滴落在我的眼睫，暈染開那兇惡的面容。可很快，他臉上的憤怒褪去，反而升起希冀。他踉蹌着從地上爬起來，眼淚帶鼻涕，拉着我往外走。爸媽一定會幫我的，他們一定會幫我的。我們去陸家。不用去了。我咳出濁氣，來不及了。陸家報警，把他抓了起來。我去看江幼為時，幾乎已經認不出來他了，人瘦了，也殘了，看得出來爸媽很生氣。江幼為如同爛泥一般趴在桌上，聽筒拿不起來，獄警貼心地拿起，放在他耳邊。江幼為有氣無力的聲音傳來，粗嘎難聽：阿離，為什麼？哪來那麼多為什麼？我笑着看他，本就不是你的東西，如今只不過還回來罷了。我知道錯了，阿離，我還不想死。老婆，救救我！你去和爸媽求下情，救我出去。他扯出點笑，又努力撐起眼皮，從那條縫中透出強烈的求生欲。我看了他半晌，撲哧笑出聲來：江幼為，沒人就得了你。你知道我原本應該嫁給誰嗎？京城富家，頂級世家。只要陸家能攀上富家，帶來的利益那是以千億來計。如今就因為你的算計，陸家多年心血功虧一簣。你覺得陸家會放過你嗎？江幼為絕望地閉上了雙眼。他知道往後的日子他將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出來時，我看見了陸家的車，
弟弟從車裡探出頭來：“姐，爸媽說想你了，讓我來接你回家。”他站在陰影處，臉上露出討好的笑來：“一起吃個團圓飯。”這樣的笑我太熟悉了，帶着貪婪和算計。最近陸家的股票跌得厲害，所以一家人才急着打起我的主意。告訴你個秘密，我湊上前去，最近和你合作的甲方喜歡男的，言下之意，他可以自己上，那樣陸家的危機將會迎刃而解。弟弟先是愣住，後是嫌惡的後退：“你有病啊！我是男的，怎麼能做這種事？所以我就得嫁給自己不愛的人，成為他的墊腳石。”我譏諷道：“男的又如何？你是陸家一份子，為陸家犧牲是你該做的。反正我已經把這個消息發給爸爸了，該怎麼做隨他。”弟弟倒是很自信：“我是陸家繼承人，爸爸不會為麼做，還是太年輕了。爸爸最愛的從來都是陸家，而不是他的孩子。不是不做，只是還未到山窮水盡之時。不過看樣子也快了。”弟弟還在那沾沾自喜，我也不打算提醒他，只是無所謂道：“那就沒辦法了，我有病。”我想他們也不會想要一個半夜不睡覺，提着菜刀站在床頭的妻子吧。弟弟的臉色肉眼可見的難看起來。我上前幾步，踏進光裡：“以後就別再來找我了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